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2月17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特斯拉又创新高了，距离阿哲给到的目标位478越来越靠近。那么当下的市场买进科技股的同学，应该每天都还是蛮开心的吧？那我们这种开心可以持续多久呢？以及接下来会不会乐极生悲呢？纳指虽然不断创新高，不断上涨，但美股市场其实整体是不太乐观的。阿哲今天会告诉你美股上涨中的隐患是什么，本周你千万要小心。我们看到今天的图版，现在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行情目录。本期视频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127，阿哲呢照常会按照3个部分来进行讲解本期的行情视频。首先我们会讲到的是市场观察的右侧趋势分析，以及呢时空方面的左侧预测分析，而后我们会讲到特斯拉以及英伟达的专题解析，包括第3部分还会有讲到博通、台积电、PLTR、谷歌、亚马逊的个股解析。因为本期视频的内容较多，阿哲的时长可能依旧难以去把控到一个合理的范围，但是阿哲呢整理了一下目录，并且放在了下方的一个时间轴当中。如果你的时间是比较紧张的，比较着急的，你可以看一下哪一部分是你最想要优先收听的，你可以点击下方的时间轴，快速的跳转到那一个目录当中。现在我们开始第一部分关于纳斯达克指数的市场观察。那么像左侧的 K 线呢，就是纳指的日线图表。阿哲把曾经在公开视频当中所讲到的所有观点，它的开始入场以及离场的位置都做了一个标记，包括当时的评判的依据。比如说像前期这里市场出现了负阴线，股价后续出现下跌。我们说过，市场出现负阴线时一定要出现卖出或者说减仓的动作，所以股价后续的下跌我们可以逃过一劫。但是负阴线呢不代表一定会是见顶，以及呢后续会持续下跌。如果负阴线后的这根 K 线被突破了，我们说是再一次的买入机会，而后行情出现三阳小顶，股价出现下破，市场在此贴破，出现了再次的风险。那么低位大跌之后出现了晕线，而后价格突破，产生了一个上涨，防守阴线这里又是突破，又产生了上涨。所以我们在此处的这些阶段一直都是讲的要做多为主，而小心市场后续会出现上涨行情，不要错过，不要踏空。那么最近的结束点，阿哲呢是定在了这个最新的负线上，股价出现了负阴线，覆盖了阳线的上涨1半以上，而后我们说这一天可以把前期低位的获利全都了结，或者说大幅减仓，而这一个位置的减仓依据，它就是一个负阴线。负阴线后的第2天，它的高点被再次突破，那么这一天开始，我们说开始重新的进场清仓的看多，而这2根 K 线呢，它又是晕线，股价目前再次突破了晕线，所以目前通过阿哲的 K 线技巧9天战法的分析，这个地方应该再次是一个加仓点位，你的仓位在此处右侧来看应该有所增加，所以昨天呢是再一次的加仓点。这是一个相对右侧的分析，我们稍后呢会讲一下其他的有关右侧的趋势分析。刚才所讲的是回顾一下之前的以及目前最新的一个更新的策略。那为什么在当下这种右侧市场要提醒加仓的时候，阿哲告诉大家美股市场目前并不乐观，反而可能会有下跌的风险，本周一定要小心呢？我们看到下一部分的内容，下一个图版，目前你所看到的标题是美股的分化行情难以持续。那为什么说目前处于分化呢？我们看一下昨天的一个涨跌的分布图，在昨天12月16号收盘之后，我们会发现纳斯达克指数出现了一根上涨突破的阳线，而市场的一个下跌个股呢是6195只，上涨个股是5709只，这是不是有点不太正常？按照常规来说，纳指出现的这一根阳线所带动的应该是市场的普涨行情，但昨天涨跌之中居然是下跌的个股多于上涨的个股，这就是一种分化的表现。在阿哲本周公开直播课程当中，12月15号这场直播讲到美股的分化调整，当时我们所讲到的就是你可以将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共同的放到图表当中去分析，那你会发现一个特征，就是当前的市场纳斯达克指数不断的在创新高，而下方的标普500指数它的高点早就在前一周的时候就出现了，
所以目前的市场就是纳指在上涨，而其他指数包括标普指数是出现下跌的，而且早就出现了见顶的症状。所以目前的市场属于分化行情，而这种分化它肯定不会持久，因为正常来讲，一个市场当中的重要指数，它的波动的范围高低点的区间理应是同步的，高度的重合，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市场所应该出现的表现，这种叫同步。而何时会出现分化，何时会出现不同步呢？在某些关键的行情点。那么这一部分的行情，阿哲在这一期的直播当中有讲到，它和这里是蛮相似的，当时是反过来的。当时这个地方出现的是纳指的高点提前出现，后续提前调整，而下方所对应的纳指的高点下方所对应的却不是标普的高点，标普后续反而出现了再次的上涨创新高。所以我们说到这个地方也是当时美股市场经历了一波上涨之后的分化阶段，而目前你所身在的位置是再一次上涨加速之后的分化阶段。那么这一个分化是否会演发成高点的形成，顶部的行情风险的释放呢？阿哲给大家一个比较明确的点，就是你接下来可以看一个位置，就是目前的纳指在创新高，而标普没有创新高，所以这种叫做分化。那假如接下来的标普出现了上涨，同样的强势创了左侧新高，这就叫做分化结束，而市场选择同步上涨，后续美股继续看涨，可以看涨到震荡。而反之呢，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纳指依旧保持上涨，而标普呢还是不能创新高，那么纳指的所有上涨都是美股的上涨诱多行为，后续必然会有顶部的出现，而且很明确告诉大家，很有可能就是在本周出现，甚至就是今天出现。所以目前通过美股的分化现象，我们可以知道目前的一个市场上涨很大概率是最后的诱多行为，只要标普不创新高，目前的上涨都是诱多。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右侧的分析，讲了阿哲的一些担忧之后，我们看到右侧，我们说市场的分析和决策预测交易都是分开的。刚才我们讲的是一个分析，目前的纳指上涨是诱多，那么通过分析之后，我们要再去看一下当前如何去交易。交易的话分为左侧的交易以及右侧的交易。如果是左侧交易，那么目前因为市场在分化，我们知道有风险，那么左侧应该越是上涨越是卖出，而右侧呢就是等待市场真正的风险确认为止。而目前的右侧，我们来看一下趋势，前期的这两个低点的行情，低点的连接是不是出现了一根趋势线？阿哲最近一直在画这根趋势线，告诉大家看它就足以。在前期这里出现了一个跳空上涨，突破了趋势线，然后价格是不是一直在这里盘整？那我们发现这一天跌破的时候，阿哲讲过，这一天如果是真的行情结束，那么这个跌破它不会那么快的回去，或者说它会顺势下跌，而你会发现它又同步的往上去加速，同步的快速回归了。而我们会看到现在的行情是不是出现了再次的今天的上涨，而行情在这段时间内是一直没有跌破这个趋势线的。对于右侧交易者来说，你说阿哲，我目前知道有风险，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见高点，能不能给一个较为明确准确的信号呢？可以，当这个地方再次出现下跌，把上升趋势线再次跌破时，你就要知道这是一个风险二次的提醒。那么这个时候啊，你不管如何也应该减仓离场，而不是再次的盲目看多。而当下是还没有跌破这一根上升的趋势线，所以对于右侧投资者来说，你说昨天的阳线，昨天的上涨，我去加仓可以吗？是没有太多问题的。右侧的交易目前的风险是不明显的，右侧投资者依旧可以持股，甚至是加仓，等待明确的风险出现而后停止交易。希望听到这里的老同学记得按照常规帮助阿哲点一个赞，感谢大家的一个点赞和支持。今天刚来到阿哲的视频，刚来到阿哲的频道，如果觉得有所收获，喜欢阿哲的交易风格和分析逻辑，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点击订阅。订阅之后，你也可以同时点开这一个小铃铛。当你的订阅点开了，小铃铛点开了，
以后阿哲频道当中的所有公开视频、所有公开直播，在上线、在公布的第一时刻都会通知到你，你会收到阿哲的频道通知。如果你喜欢阿哲的视频，就可以把订阅和铃铛全部点开，未来的一个视频你可以及时的收听，及时的知道阿哲的更新动态。在这里呢，再次感谢老同学的点赞以及新同学的订阅。希望未来我们可以持续的研究技术分析，研究美股行情，能够在美股持续的获利。那么接下来阿哲讲一下有关于预测左侧方面的知识点。这一点呢，阿哲想讲一下时间的循环分析。只要你是订阅了阿哲频道，那么你就有机会呢，可以进入到阿哲的粉丝学习小组群。那么在群组当中，阿哲日常也会有内部的非公开课程。在之前12月11号的时候，阿哲讲过一节课，叫时间分析均衡预测术。当时呢，我们有许多的同学、许多的订阅观众在内部课参加过。那么在当时的这些课程当中，阿哲讲到了一个目前纳指的运行的密码，或者说时间的序列。我们看到这里，把前面的这一根 K 线，纳斯达克指数日线图10月30号这一根 K 线的高点作为1号 K 线，而后你就开始一个简单的动作，数1、2、3，从1数到9，从1数到9，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9作为新的1，而后从这个1再数到9。而后以此反复数到当前最新的 K 线，这个动作只要你完成了，你会看到一个市场目前正在运行的时间循环分析。那么为什么要去这么数，以及这个方法有什么用呢？阿哲具体的知识已经在这一节课程当中完全的告知大家，完全的去公开了怎么去预测的。假如你是今天刚订阅阿哲频道的同学，那么当时你可能这些课程没能够在内部参加，那么后续你也可以找一下助教老师拿一下这个课程回放，你先听一下阿哲这个时间序列是怎么去用的，以及它对于市场有什么预测的效果。那么从这个1开始数到9，我们要注意它有2种的使用技巧。第一个就是一般来讲，在4和5的时候，就是从这个1开始数数，在4和5的时候，它容易有转折点出现，一般要么是高点，要么就是低点。你看一下这个地方的低点是不是一个4号 K 线，然后股价第二天上涨，然后市场出现单边的加速，是不是低点在4出现？然后从高点后的9呢刚好是最高点，然后下跌到了哪里见低点呢？就是一个5的位置，5号 K 线见的本轮调整的低点。那么从这个5走到另外的一个4和5的时候是在哪里呢？你会发现下一个回调的低点它也是一个5，也是从这个5后开始启动的上涨。而且更为神奇的一点是，从这个5后开始的上涨，涨到下一个5的位置，它又是一个低点，又是一个回调的低点，股价在这里又开始启动，开始上涨。这是它的第一种使用方式。再从这个1开始数的循环当中，4和5往往容易出现调整，往往容易出现高低点变盘。如果市场前面是下跌的，它一般呢容易是一个低点。市场如果前面是下跌的，跌得越明显，它越容易在4和5的时候见到低点。调整也是如此，调整的地方容易见到一个低点，包括这个地方调整的时候容易见到一个低点。那么这是第一种使用技巧。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看到图表当中的关键 K 线。关键 K 线呢是5号 K 线和9号 K 线，每一个循环当中的5和9是关键 K 线。5后的 K 线走势一般会影响后续几根 K 线的涨跌，或者说整体的抬高和降低，整体的一个波动强弱。当5后收的是一根阳线，那么在6到9之间的序列就容易是抬高的。当9这根 K 线后是收跌的，那么2到5的这根 K 线往往是整体会降低的。那么5之后如果收的是上涨 K 线，那么从6到9的位置整体应该是抬高的。9后收阳，那么9到5的位置整体也应该是抬高的。5后收阳，那么6到9应该也是抬高的。9后如果收跌，那么从2到5的位置应该容易出现波动的减弱。5之后如果收阳，那我们说整体后续6到9的位置应该会有所抬高，或者说波动能够有所增强。那么现在
从5的位置走到目前，它又是一个新的1，而它也是一根9，因为6、7、8、9啊，到了9，所以9的位置是一个关键 K 线。之前的9呢，有一个是最高点，有一个呢是价格探了低点又探了高点。这个9呢是市场加速之后开始滞涨的点，而目前的缓涨当中又是一个9，那这个9会不会是一个高点呢？你可以看一下今天会否继续的收涨，或者说它会否出现下跌的 K 线。如果今天是下跌 K 线，后续的走势我们认为到5之前它应该都是走弱的，到5之前是容易出现调整的。以上就是阿哲在12月11号所讲到的主题班课的第3节时间分析均衡预测术的方式。这个内容呢是没有在公开课中讲过，今天借着行情走到这里，阿哲呢稍微的在公开视频当中有所透露，未来呢应该不会再讲了。所以今天听到的同学，你呢尽可能的能学多少就学多少。如果是已经订阅阿哲的同学，那么你可以记得去找到助教老师拿一下这一节课程的回放，你可以多听听多学一学这个点1的开始究竟是怎么数的。那为什么要在这里标1呢？为什么不在这里标1？为什么不是这里标1？阿哲呢在本期视频当中，在这一场直播当中是讲的比较清楚的。如果感兴趣，想学习的更深入，可以看一下这一期的直播回放，可以跟助教老师领取一下内部课程的直播回放。那假如现在你还没有订阅阿哲频道，那么也可以借此机会点击订阅。阿哲后续会告诉大家怎么去参加我们的内部课程，每周呢都有内部课，每周的内部课应该对于大家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接下来我们看到空间上的分析，对于订阅的观众，我们不止内部课你可以参加，同时阿哲呢每天的盘前还有一个限时的福利信息，你可以接收到阿哲为时半个月的一个盘前的提醒。而在这个盘前提醒当中，阿哲会发布一个消息，就是当天纳指的日内技术点位预测，当天纳指日内的压力以及它的一个支撑在哪里。那么在最近我们这一周呢，阿哲会加一个特斯拉的日内的点位预测，因为特斯拉涨到这里开始有点变化，它的一个关键时间也在本周，所以特斯拉的话，阿哲也会在本周去提供这个日内的点位预测。那如果你是订阅粉丝，特别是新同学，阿哲教大家怎么去看一下这个点位。那么这个点位的使用其实很简单，它呢所指的是市场的正常波动之下，高点低点理应被局限的一个区间。那如果股价的收盘能够去跌破市场的一个支撑我们认为最低的那个低点，那么跌破则看跌。如果收盘能够突破我们认为的那个高点所不应该涨超的那个点位，它则是多方很强势，应该看涨。那么像最近呢，我们是不是说到的特斯拉一直是保持收盘突破，完全没有跌破过日内的低点，所以从低位开始一直看涨到现在。而纳斯达克指数在之前是出现跌破的，所以之前呢有2天左右是看跌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表，这个图表呢就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那么图表当中你会看到它有一些颜色，每根 K 线下有一些颜色，比如说这里是绿色，这一天的绿色代表什么？代表今天阿哲所预测的日内高点被收盘突破了。那么这一天的红色代表什么？代表今天阿哲所预测的日内低点被收盘跌破了。也就是说，一个代表多方强势，一个代表空方强势，中间没有颜色的，说明它没有突破高点，也没有跌破日内的预测低点。这一个方案虽然是一个空间战法的预测方案，但实际的交易结果，它往往呢是以右侧的方式去跟踪趋势的。我们看一下图表当中这一些点位的变化，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说它是偏右侧的呢？比如说像这一天，它是一个红点 K 线，说明市场呢目前在下跌，而且空方力量比较强。那如果转为绿灯呢，绿点呢，就说明这一天虽然是一根小阳线、小 K 线，但是它的收盘价突破预测高点，空头是减弱的，多头极强。是不是从这里开始股价上涨？预测的低点日内被跌破了，空头强势，多头转弱，这一天你应该卖出，是不是规避后续的下跌？那么下跌途中只要是红点，没有绿点，没有绿灯出现，就尽可能不要去做多，不要提前的去买进，直到这一天市场强势出现了绿灯，而后我们认为这一天是前面高点调整之后的一次不错的机会，是不是从这里开始可以做多？
那么直到呢我们看到红灯的时候，就知道风险来了。绿灯来则机会来，红灯出现，不管后面涨是跌，不要猜，你不要去在意太多，按照策略执行。这一天的红灯就是空头强势，你应该先了结之前的获利。而后在第二天转为绿灯，我们认为绿灯来则说明多头转强，昨天的空方又被打败了。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红灯绿灯的点亮和消失，去看到市场当中的多空博弈，多方胜还是空方胜。当多方胜出，一直胜出时，一直持股，一直看涨。当这一天出现了空方胜出时，我们在这一天开始要有所小心。那么这2天是看跌的，直到这一天又再次的多方胜，当多方胜后又空方胜空方胜后又多方胜。那么通过前面的2波上涨，你会知道多方是很强势的，你可以很容易的通过多强而空弱把握到行情。而最近呢就比较困难了，因为多方强势强不了1-2天，而空方强势也没强过1-2天。目前的价格虽然在创新高，在上涨，但空间战法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其实已经是一个多头空头在平衡在对看的阶段，因为多空之间没有明确的一个方向出现。你会发现多强就转空了，多强就立马转空了。那么现在多强今天会不会再转空呢？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今天的预测的高点和低点，阿哲会在盘前的时候公布在我们的 Telegram 当中的学习群组当中。有关今天突破哪个价位会出现绿灯，以及跌破哪个价位会出现红灯，阿哲呢会把这一个预测的点位公布在我们的学习小组当中。如果你是订阅观众，那么记得在本期视频订阅阿哲之后，及时的加入到学习小组，以防呢出现红灯时你并不知道，或者说错过了最佳的离场时机。那么在这里，阿哲稍微花点时间告诉大家如何在订阅阿哲之后去成为粉丝群组当中的学员，或者说可以听到内部的课程。第一步，你肯定是首先要订阅阿哲，点击订阅，完成一个简单的动作动动你的小手指，付出一点点的努力和辛苦，点击订阅，加入阿哲的频道，订阅观众。第二步呢，你可以看到评论区视频底下的置顶评论当中，阿哲呢有把助教老师的一个联系方式 Telegram 当中的一个链接发到了评论区当中，你可以点击那一个链接就可以添加助教老师的 Telegram。 那么后续呢有任何的私下的一些不公开的消息以及信息的通知，都会通过助教来给他去发送。第三，那如果你说阿哲我不只要看到你的消息和这个直播，我还想加入到这一个学习小组当中，那也不困难。在明天早上香港时间明天早上的10点，阿哲有一节不公开的内部的直播课程。那么这一节课程你只要参加了，阿哲会告诉大家，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到学习小组，你应该怎么去加入。你只要完成阿哲在课程当中所布置的一个作业，你就可以申请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学习小组当中了。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刚刚订阅阿哲频道的同学，你呢先记住在下方评论区有一个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的链接，点击之后先跟助教老师取得联系，而后收听明天的直播课程。现在各位所看到的是本周我们的直播课程的安排，在12月16号、12月17号，那么这2节课程呢已经结束，这是内部课程当中不公开的内容。关于本周的主题叫做狩猎波段的利润，怎么去做好波段，怎么去识别波段，把握波段。那么如果你前面2节课错过的，也记得跟助教老师可以拿一下回放链接去观看去学习。明天阿哲的内部课是波段的砸盘，讲的是趋势方面的砸盘技巧，杀跌三阴，怎么在上涨当中发现哪些股票是洗盘，哪些股票是砸盘，洗盘低点怎么看，砸盘低点怎么看，这是我们明天18号要去讲到的内容，以及明天最新的行情解析也会在直播间当中去进行一个分享。所以今天订阅阿哲的，记得及时找到助教，可千万不要错过明天早上香港时间10点的课程了。以上是我们的第一部分，关于纳斯达克指数的右侧趋势分析和左侧的时空技术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来到127关于特斯拉、英伟达的专项解析，我们依旧会通过空间、时间和 K 线的多空博弈动能来讲解特斯拉的专题内容。现在我们来到特斯拉的专题解析，
我们依旧呢看到这个空间的点位，这个空间点位呢在最近的2-3个月当中，我们反复的提及，反复的使用。在最新更新的空间点位上，我们看到一个价位是 478.4。那么阿哲在制作本期视频的课件的时候，那么已经看到特斯拉盘后是已经到达了473左右，也就是说目前的特斯拉距离 478.4 已经近在咫尺。那么我们曾经在教学空间点位的战法时有说过，越是接近某一个目标位，那么你越需要小心，因为在有效突破之前，这个目标位在上方是一个巨大的压力。那你看到这里，是不是股价在突破目标位有效之前，它就是压力？像 361.73 是不是曾经在这里出现了压力？而 361.73 让特斯拉之前产生了很长时间的1个多月的横盘。那么我们看到有效被突破的 308.19， 为什么说它有效突破？因为它是一个大阳线突破，而第二天立马跳空大开大合，那么立马上涨，这就是一个有效的突破，完全脱离这一个区间。那么有效突破的压力位则会出现支撑，价格后续回落，那么就回踩支撑，再次启动。我们再看到这里，当市场突破了 361.73 之后，而且是阳线实体突破，第二天立马又冲高，所以它有效突破。有效突破一个价位会去另外的上方的空间去进行突破，如果不能突破，则会回落回撤。而这里又是有效的突破，一次回撤，那么我们就知道了会突破 406.71。在这一根 K 线出现的时候，阿哲是不是说过它是有效的突破，概率是极大的？因为它是高开高走，对于某个压力位还是一个实体大阳线的收上去，所以它是一个有效的突破。那么有效突破之后，阿哲从这一天开始，每天或者说每期视频都有跟大家去讲到你怎么去持股的问题。这一天跟大家去说 413.575 不跌破就可以持有，这一天跟大家去说 425.97 不跌破也能够去持有。那么这一天呢，等一下我们会去说一下。而当前的价格上涨已经是很临近 478.4 了，越是临近越容易受到压力。而这里除非再次高开突破，或者说有效实体阳线站上，才能够去认为 478.4 是有效突破的。否则在这种 K 线出现之前，越靠近 478.4 则风险会越大，或者说呢容易受到承压抛售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所以特斯拉关注一下今天的 K 线变化，如果依旧是高开高走强势收阳突破，类似前面的实体大部分的过去，实体有一半过去，实体大部分的突破过去，像这里实体有一半都突破了。那么像这一个为什么不行啊？因为它是个10日星啊，10日星，而且它呢也不是一个很有效的突破 338.27， 那就不算。那像这些实体有效突破啊不回踩，或者说回踩不跌落，那么都是有效的。那么像现在你要再关注了，最近的 478.4 能不能够再出现这种阳线呢？如果是冲高回落10日星，或者说又是一根假阴线，亦或者直接下跌，那么在这一个 478.4 之下出现这种动作啊，都是我们本次低点上涨以来，把握这一波利润以来，你应该去看到的止盈的一个动作，风险的提示了。这是空间战法上告诉我们的，目前面临关键的窗口，关键的压力。而后我们再看到时间方面，空间讲完了，再讲一下时间。时间的话，特斯拉的一个窗口，曾经我们讲过，它目前在一个6的序列的窗口当中。关于这一个图谱，我们之前应该在1个月前，也就是特斯拉走到这里的时候，给大家去画过这张图表。这一个图表，这个周期的序列，你是否还记得？如果你记得之前阿哲怎么教你看的，怎么去用的，你可以在评论区当中也回复一个6啊，告诉阿哲你是知道的，你还记得，没有忘记。那如果你是曾经听过有点印象，但是已经彻底忘记了，想要听一下阿哲怎么样再次去使用的，那么你可以回复一个7。那阿哲看一下有多少老同学你的记忆又衰退了。我们现在看到底下这一个区间，它是几根 K 线呢？它的区间是有6根 K 线。那么这里阿哲先教一下大家怎么去画出这一个区间，然后大家可以更好的去理解和使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特斯拉的日线图表，我们要找到哪一根 K 线呢？找到这一个低点 138.803。
那么把这个划线工具我们调出来一下，找到一个划线工具，这个划线工具应该每一个软件都有，叫周期线。选中它前面的这一根 K 线，而后移动到这个高点198.87啊，这一天呢是特斯拉24年的4月29号。那你会得到一个间距为6的区间箱体，它是目前特斯拉所围绕的时间窗。那么怎么去使用这个时间窗？我们再看回到这一张图表，看一下下方这个时间窗的底下，阿哲标记了一些数字，是不是1走到6？我们说这里面的 K 线有6根，每6根容易遇见一个区间的循环。而下方呢，阿哲又标了一个6个区间，而下方阿哲同样又标了6个数字，意味什么呢？意味这6个区间又会和下一个6个区间产生再一次的循环。在每一个区间的临近的点上，它们是一种循环，但是这种是属于小循环。而每6个区间和下面的6个区间，它将会产生一个大的循环。这是之前我们在上个月有讲过的内容。那具体怎么去用？我们看到这里，当市场出现了6个循环之后，它往往会在6和1的附近产生重要的高低点，而这个高低点呢，一般是中期的高低点，影响中期的上涨和下跌。那比如说从这个1开始走到这个6，我们怎么知道这个6是大概率的高点还是低点呢？你可以看一下1和2它整体是不是抬高的，或者说你看个1也行，1只要是上涨的，整体抬高的，那么你就可以开始布局仓位了。而如果2也是上涨的，你基本可以继续的加仓。所以6之后，如果1和2是抬高上涨的，后续基本我们可以认为它下一个循环整体会上行。而当股价到了再一个6之后，我们会看到这里是不是又在6附近出现了高低点，而且又是中期的高低点，1和2又是上涨的。我们再看到这里，在6和1的位置又见到了高低点。那么这里要注意了啊，1呢虽然是上移的，但是2呢是下跌的啊。我们看到2这里是不是整体1和2它其实是一个下跌的，上涨下跌创了新低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后续是看跌的。我们等等再说一下这种情况怎么去处理。好，那么像这一个6的位置，也是上次阿哲所讲到的一个6要关注的地方。那我怎么知道这个6是中期的低点还是中期的高点呢？我们当时不是讲到看1和2嘛？1和2是什么样的呀？1和2是上涨回调，没有创新低，再一次上涨。所以你会知道的是，这个6之后的下一个循环，它也应该是上涨的。那有同学呢就看到下方的这个标记了啊，这个标记明明写的是4啊，阿哲这不是还没到6嘛？那为什么你现在要讲一下呢？好，这就是另外的一个情况。我们刚才所讲的是一个常规的6是中期的高点低点。那么我们还要去注意一种现象，就如果在走势当中，你会发现这个6和这个6中间有一个高点，而且这个高点呢也是中期的高点。那么像这一个6和这个6中间呢又有另外的中期的高点，所以在6和6中间3和4附近它也容易产生高低点。但这个高低点不是每次都会有，它只会有一种情况会有，就是市场出现加速的时候。比如说这一个6到3的位置是加速的上涨，而像这一个3到4和6到1它是一个加速的下跌。当股价在3和4会产生中期的高低点时呢，一般它的左右两侧应该会有明显的股价的涨跌的波动，也就是说更加大概率是加速行情。那如果股价的6和6之中它的趋势是震荡的，或者说正常的上涨的，没有加速的，那你会发现3、4的位置呢一般是一个调整的低点，整体的6到6是一个整体上涨的区间。那如果股价在6见到中期高点之后它是下跌的，在下一个6之前有加速下跌的，你会发现的是3和4的位置就见到了低点。所以我们会知道的是6和6之中如果有加速，往往3和4还会产生中期的变盘。如果6和6之间是单边的正常的波动，没有加速的话，那么它会没有3、4的中期变盘，或3、4呢一般是一个普通的高低点变盘，还没有出现下一个6。但是中间我们会发现的是它是不是有明显的加速动作。那么在这种加速的运作当中，到了3和4的区间，目前离4的区间的闭合还有多久呢
目前是1天、2天、3天、4天，也就是说这里应该还有5和6，应该还有2根 K 线，而再结合这一个6到下一个6之中有出现了明显的加速单边动作，那我们会知道是3和4这里会产生一个中期的变盘点，它不一定就是高点，但是它会是个变盘点。那么也就是说，特斯拉本周的周2和周3 5和6的 K 线将会容易产生一个变盘点，而目前整体是上移的，那么5和6的位置产生中期高点的概率将会大大增加。再结合我们刚才所讲到的空间的问题，距离478.4是比较靠近的。那如果在本关键的压力下出现了时间变盘点是高点的话，那么这里将是一个时空共振的特斯拉变盘区间，容易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所以越走到这里，特斯拉尽可能不要再加仓了，我们要小心看到附近的一些止盈卖出的机会。那么现在大家所看到的是特斯拉的图表，而图表当中所标记的 K 线呢，也是动能的强弱 K 线。我们会发现的是，当市场的多头强势的时候，是不是很容易产生单边的上涨？特别是本身这股票就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知道上升趋势当中找到绿点，去博弈绿点会持续的行情，绿点出现买入，红点卖出，只要是上升趋势，那么这种绿点买进的方式将会有那么1、2次能够让你把握到大波段，哪怕有时候可能绿点买进之后你要止损，但是你会发现的是你的利润永远大于你的亏损。那么只要在上涨途中去坚持这种多头空头的强弱识别，你大概率是没有问题的，所有的大涨都和你有关系，这是波段上涨当中去关注这种利润产生的一点。而我们很明确的看到，目前的特斯拉是在一个多头强势的市场，所以之前在这里出现了红点转绿时，阿哲很明确的在当时公开的视频当中讲到这是一个买点。然后价格上涨持续到现在，你说每一次绿点我都买进加仓可以吗？可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是上升的强势阶段，绿点就是多头强，多头强就可以作为买入信号。而后我们要等待的是什么呢？等待的是上涨途中出现一个红点 K 线作为获利的了结，这一个绿点买进之后，红点获利了结，这个绿点买进，红点获利了结，绿点买进，红点获利了结，绿点买进，目前还没有红点。那么红点 K 线会在什么时候产生呢？阿哲也不清楚，但是阿哲可以告诉你今天跌破哪个价位会产生。今天要注意的防守位是谁？今天的防守位是 449.585， 阿哲写出来 449.585 这个价位，它如果被跌破了，今天收盘如果跌破了这个价位，则会出现本次上涨加速以来的第一个红灯 K 线，红点 K 线，这是一个相对右侧，虽然是空间上，但是它是相对右侧的一个止盈手段。以上就是特斯拉空间、时间、动能3个维度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在英伟达当中，我们可以讲一下空间趋势和动能。在上期视频，我们是不是告诉大家，这里有一个趋势线，这根趋势线所延长的一个支撑和压力，它在附近所产生。那么这里是出现了趋势线的下跌、反弹、再次下跌的破位。目前的英伟达已经跌破了当前上升趋势当中的所有上行趋势线，所以它的一个动能以空方为主。而市场当前的趋势是不是高点在降低，低点也开始在降低，所以这是一个相对往上的趋势转空的一个信号。所以上期视频我们说，目前的英伟达命悬一线，那么这一线是什么呢？最后的生机是什么？最后的生机是负阴线。市场在上涨时，如果出现了负阴线，比如说像这一天股价的负阴线是什么样的呢？一根阴 K 高点比昨天的阳 K 高点高，而后收盘覆盖阳线上涨1半以上，像这个地方是吧？负阴线产生负阴线产生连续的负阴线产生，股价后续是下跌的。而股价如果是上涨途中出现负阴线，就要很小心它的风险了。但反之，如果不是上涨中出现呢？如果股价是在下跌当中出现的负阴线，那我们要关注了，它有可能是一个空方衰竭、耗能冻结的时候。
所以英伟达的命悬一线，它这一线是负阴线，同时也是前方的低点支撑线。如果连这前方低点所围绕的区间都被跌破了，那么这个地方英伟达彻底就转为空头市场，后续下跌，那么资金呢也将往博通以及其他的一些芯片个股去流通。当前我们通过负阴线也可以看到一个交易的机会，就是目前这里是一个低位的支撑，前面的低点支撑，它也类似于一个高位结构的颈线位置，最好不要去跌破的颈线位置。而这个负阴线有一个交易点，如果它不是一个空方的信号，而是一个空方衰竭的动能的信号，那么 XK 线是负阴线后一天的 K 线，那么这一根 K 线我们称为 X， 也就是在本周周一英伟达出现的 K 线为 X。XK 线的最高点只要能够收盘突破，顺便的我们就可以止跌前面的支撑，那么这里将是英伟达的一个反弹时刻。那为什么说是反弹呢？因为你还不能确定这一个股价的上涨能不能够去回归上方的趋势线之上。如果能够回归，那么反弹力度够强势时，那么将会有绝处逢生的机会，这里的英伟达反而会产生一个底部行情。那么假如这里它都不反弹，或者说反弹力度都不够去突破这根趋势线，那么英伟达它只是早一点下跌破位和晚一点破位的一个区别罢了。所以我们目前呢就关注这一些点位的观测就行。我们看到目前的英伟达的日线图表，这个图表当中阿哲也同样把动能 K 线所标记了。那么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支撑位的情况下，我们会看到昨天是没有红点 K 线的，也就是说从这一波下跌以来，市场在这一根阴线上首次出现没有红点 K 线，因为之前的每一根阴线都有红点，都是下跌比较凶的。好，这一天开始红点消失，它是一个不跌破也不突破的 K 线，我们就要看一下了。如果这里有支撑的情况下出现了市场的绿点 K 线，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稍微的搏一搏这一波反弹？大不了就是下一个红点我出场嘛。但如果这里成功了，那是不是它就是一个低位反弹的启动呢？所以这里呢，如果你是比较保守的，你可以不去看这一次交易的机会，你可以等待趋势线站上之后的右侧交易。那如果你是比较激进的，阿哲告诉大家这一个地方突破哪个价位，今天收盘站在哪里之上会是绿点 K 线。今天你要看的一个高位的预测点位是 133.2， 当价格英伟达周二能够收盘收在 133.2 的时候，周二就是一个买入的绿点 K 线。你说周三周四是谁啊？周三周四呢之后我们有机会再说但是这个点位呢是只对周二有效，周二得突破它，收盘站上才能够出现绿点 K 线。以上呢是英伟达空间、趋势、动能三个维度的解析。接下来我们看到 PLTR 在被列入纳指100指数之后，趋势上依旧延续上行，但是动能反而不如之前。所以呢，我们看一下当下的一个解析。前面呢是有负阴线和缩量的三阴产生，负阴线就是这根阴线高点比昨天阳线高，而实体收盘却覆盖了阳线的整体一半以上，它覆盖了全部所以它是一根负阴线。三阴缩量的话是市场价格连续的下跌3天，而量能却缩减了3天。而不管如何，在本周或者说在上一周，其实周五的时候已经产生了各个纬度上的买点，不管是负阴线还是缩量三阴，都已经产生了右侧的买点。所以目前来讲，我们可以把前面的缩量三阴它的整体实体的低点，以及呢这个影线的低点，你可以作为一个防守位。当市场的走势出现了这一天的买点之后，如果价格回落，有可能再一次的回探一下前方的支撑位67.31，那么我们是否要去把握这次机会？看一下你个人的一个想法。如果你怕危险，比如说目前的美股你确实感觉有点危险，那么你可以在出现一根阴线之后去离场。那如果呢，你说这个地方 PLTR 应该还有机会的呀，后面的空间还没走完，它依旧后市要看涨，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一个3根阴线的低点作为波段的洗盘的极限位，只要后续的下跌不跌破这个低点，我们认为它就是洗盘，后面呢
美股调整完它依旧上涨。接下来我们看到谷歌的话，在连续的突破之后，我们说过这种推量的突破是有效的，很有效的对于左侧高点的突破。而它这个突破之后，如果第二天走弱，就容易呢是弱势的震荡，或者说容易呢反复。而像谷歌这个地方突破之后又出现大阳线，所以这种位置的推量突破的缺口一般不会被回补，而价格的回调只要止跌，我们可以去找到机会买进。而很明显，在这根大阳线突破了前高之后，市场略微的回调时成交量是缩量的，那么这种现象是好的，说明突破时候筹码松动，而后大家有所释放手中的套牢盘，后续的回落没有放量，说明下跌时这一个对于前高的试探是没有太多的分歧的，大家对于这个突破的有效性都是比较肯定的，所以再次走出了一个放量的上涨，而这个放量是没有很明显的大量，也是很好的。所以谷歌在这个地方，我们认为对于前高的突破是一个测试，而且测试呢大几率是有效，所以这个地方可以作为一个二次的回调介入点。我们的防守位可以把前面两根缩量阴线的低点作为防守啊。我们的防守位呢不设置在前高的位置啊，它有时候不是那么精准的是前高，我们可以把防守位放在第二根阴线的低点。这一天买进之后，股价如果调整不跌破第二根阴线的低点，那么我们认为上升的结构是不变的，依旧是有效强势的。而我们目前来看到动能 K 线，目前的谷歌肯定是一个强势的上涨。我们说强势的上涨当中以及下跌当中，你关注一个信号，就是红绿灯连续快速的切换的信号。比如说像前面是一个下跌的反弹，是吧？而后这里是绿灯立马切红灯，下跌反弹以及下跌行情当中，关注绿灯立马切红灯的时候，这个时候一般是做空的机会，或者说这个时候呢是市场容易是诱多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后面还有调整。而如果市场走的是一个上升的序列，已经走出了上涨抬高的行情，那么这个时候关注的是红灯快速转绿灯，昨天红灯今天立马绿灯，你要关注这种行情。这种点位一般在低位产生或者说中位产生，容易是一种我们所说的砸盘现象。昨天的红灯是砸盘，今天立马多头启动，那么我们认为这种一般是低位的行情启动点，它容易是一个砸盘之后的再次拉升点。好，那么现在行情已经加速过了，又出现了红灯和绿灯，那这个时候可以买吗？一样可以。我们说过，只要是上涨的行情，它只要是红变绿就是买点，立马的红变绿呢，以昨天为准，作为砸盘的现象。那么现在我们就认为它是砸盘，那么我们现在就博弈一下，这是砸盘之后的启动点。那这里是明显的加速之后，所以空间上呢肯定是前方比较占优势，而这里呢空间上有可能不占优势，所以这里的买进你的仓位必然不能比前面的多，这里的仓位呢只能是小仓位的去把握行情，因为美股目前也不太稳定，当下的所有的买进，美股市场在出现右侧风险之前呢，你可以去右侧的小仓位买入个股，继续的看多，但是不建议再像之前那样子去买入很多。现在我们再看到下一只个股是 AVGO 啊，博通，最近呢非常热门的个股，很多人呢都在关注。那我们看到这里，它的走势和谷歌是相似的，它也是在关键的高点的压力区间附近出现了推量爆量的缺口突破。我们说这种突破在关键的压力附近出现的突破，而且是量能释放的缺口突破，它是一个很有效的。而这种突破所带来的是空间后续的打开。那么像这里是不是产生突破之后，股价后续它就产生了一个支撑，它并没有去再跌破到下方的空间。那包括目前的博通也是一样的，它对于前面的这个高点附近的筹码以突破爆量缺口的方式去突破，那么它就是一个有效的突破。突破之后第二天立马再次加速，所以这个缺口基本上不太可能会去短期或中期都不太可能会去回补。所以目前对于博通的操作策略，你说当前去追，阿哲呢是不太喜欢这种操作的。而你如果想要继续关注后续的机会，阿哲认为呢，它不可能一直的加速。
只要这里有回调，类似于谷歌，我们说只要有回调，在这个大缺口、大量的缺口之上，找到止跌买入机会就行，没有必要现在去追，去把握这种火中取栗的行情。对于谷歌和博通的这种大幅跳空放量的突破，其实之前我们在特斯拉中也讲过这种操作策略。你看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曾经的特斯拉在低位行情启动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应该很多人都不敢说这里能够一直涨到463。好，那么当时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说过，它就是一个爆量的带有大缺口的突破，包括这个地方也是爆量的大缺口的突破。那么当时阿哲是不是讲过，这种带大量的以及有倒行缺口反转的，它只要往下调，你去找它的回调买入机会就行。你说有时候可能会买错，买了之后还跌，只要它往缺口靠近，我们知道这个缺口它是基本上不会去回补的，因为是突破带量大量的缺口，它不会短期回补。那么短期不管怎么跌，这个缺口之上它怎么跌，只要是短期的或中期的，我们都可以找到止跌的买点。而有关于这种行情，像目前的博通和谷歌，你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去看待，推量缺口带量突破前方的平台，那么后续只要敢回调，那么你就应该把你所学过的回调买入机会的方法都用上。现在我们看到台积电，台积电的话，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讲到了，它是一个有很明显的在前方的高位附近或者说这个密集的筹码区附近在反复震荡，而震荡的过程当中已经由空在转多了。通过下方的备量我们可以知道，最近的台积电在这个区间感觉是震荡，但是很明显有资金的异动，而最近产生了类似于由空翻多的结构。这里呢是一个新的我们的备量 K 线。好，那么当前是一个上涨回调，回踩前高，再次启动。那么这个启动点，阿哲讲过，它可以作为一个买点来看。那为什么说它可以作为一个多方的买入信号呢？在这一天，因为它是一个绿点的 K 线，前方的台积电是连续的绿点之后强势的上涨，而后出现了一根红点之后就立马止跌了。我们说过，强势的上涨怎么定义啊？连续的绿灯的出现，而且一般呢会有3个以上绿灯，这种叫做很强势的单边上涨。那么股价的下跌怎么说它是回调，或者说它不影响趋势，或大概率呢是资金所为，就是出现了红点之后就止跌，红点的这根 K 线之后就没有被跌破了，下一个红点就抬高了。好，它目前就处于这种序列，短期强势上涨，而后红点砸盘立马止跌，再次出现了由红灯翻绿灯，我们就认为这一天是一个买点。而当前又出现了一个假阴线，假阴线它并没有红灯，目前也没绿灯，所以你可以关注一下下一根 K 线是否会是红灯或绿灯。阿哲这里呢也跟大家去讲一讲，我们周二的时候怎么知道它会不会转灯？你看一下它的高点和低点，日内预测的高点这里写一下，如果突破了206.175就会转绿灯重新显示绿灯。如果跌破了201.545，那么它则会转红灯，显示红灯，那么就是风险再次出现的信号。最后呢，我们看一下亚马逊。亚马逊的话，股价的整体走势也是跟特斯拉差不多，从低位出现了红灯之后转为绿灯。很多时候我们不用考虑那么复杂，对于多空的力量的博弈，它绿灯就是强，红灯就是弱，绿灯就是多头强，红灯就是空头强。绿灯强则看涨，红灯强那么则看空。偶尔有绿灯出现买进立马要红灯的，那么我们也依旧呢认为这不是什么意外，它是正常的现象。我们只需要知道，总有那么一瞬间你可以把握到绿灯之后连续绿灯的行情，这是我们通过红绿灯想要去把握的。你可以根据趋势、根据结构、根据支撑压力，更加容易、更加大概率的找到这种低点附近的红灯转绿灯，然后价格产生上涨，连续的绿灯没有红灯，我们就连续性的持股。目前依旧是绿灯，所以亚马逊在多空强弱上依旧是多方强，而没有见到空方强势的变化，从低点到现在一直如此。那么阿哲讲一下当前的亚马逊，比如说今天周二的时候，它不能跌破哪个点？
在周二的时候，亚马逊不能跌破的点是230.47，这个点一旦跌破，将会再次出现了红灯，也是低位到现在首次的红灯，你就要开始小心了。前面拿到现在还没获利了结的同学，关注这个点，周二不能跌破230.47。以上就是12月17号美股盘前行情策略。走到这里，那么阿哲呢已经不会那么含蓄的提醒大家风险了。那么阿哲在今天那么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只要出现标普不创新高，纳指依旧上涨，只要这种分化情况保持，那么美股后续的上涨，只要标普不创新高，就都是诱多上涨。唯有标普创新高，本次的上涨隐患才会有所解除，美股才会真正的走向25年的牛市上涨行情。不然的话，当下上涨都是风险，特斯拉也要出现止盈，本周千万要小心。这是本期视频，也是本周第一个视频阿哲的提醒，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本期视频的内容，希望对你也能够有所思考。那么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